甄嬛传》中曹贵人到底有多聪明呢？不论是给华妃策划进宫大戏，还是给甄嬛打辅助，总之曹贵人的套路大多都是我挖坑你自己跳，是生是死都与我无关。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我们来看曹贵人为华妃策划的2场进宫大戏。第一场沈眉庄假孕事件，因为华妃下了死命令搞死甄嬛，所以曹贵人利用果郡王挑拨甄嬛与皇上，不料甄嬛巧舌如簧，躲过了一劫。任务失败之后，曹贵人把目标转向了甄嬛的好姐妹沈眉庄。恰好此时的沈眉庄求子心切，于是曹贵人利用这一点，一步步引沈眉庄上钩。安排完姜太医的神仙妙方，曹贵人又将制汤小能手茯苓安插进弦月阁，最后还安排沈眉庄的老乡刘本接近沈眉庄。等到沈眉庄喝惯了酸梅汤，月性推迟时，曹贵人立马摆了一场鸿门宴，引沈眉庄入坑。你这样恶心有几日了？近来天气炎热，我不思饮食也有6、7日了。我问你，你这个月的月性来了没有？这又是月性推迟，又是恶心的，但凡有点经验的都会往怀孕上猜。可曹贵人他偏不直接捅破，而是让在场有生养经验的齐妃和新贵人去询问沈眉庄有没有其他症状。直到沈眉庄一脸羞怯的点头之后，曹贵人才开口让人去请太医。小卫子，快去太医院传太医来。记得要请刘本刘太医。就这样，沈眉庄神不知鬼不觉地被坑了。而在这个坑中，曹贵人的手段堪称一绝。毕竟疯子是沈眉庄自己向姜太医求的，安胎的刘本也是沈眉庄向皇上举荐的，最后带血的衣裤还是沈眉庄宫里的宫女拿出来的。曹贵人只做了初1，剩下的15都是沈眉庄自己安排的。这就意味着，即便哪天东窗事发，刘本意外被抓，公认出事件是华妃指使的，皇上也得疑心这事儿究竟是谁的锅。第2场甄嬛跳惊鸿舞事件，温宜公主生日宴当天，曹贵人偷偷在袖子里狸猫换太子，把抽到的签换成早已为甄嬛准备好的签。这个呢是婉贵人的，请做惊鸿舞一曲。连齐妃这个憨憨都知道，如果甄嬛跳得不好，那丢的不仅是自己的脸面，更是皇上的脸面。而甄嬛跳好了，那就是对纯元皇后大不敬。所以这支惊鸿舞，不管甄嬛跳得好与不好，都是错的。可见曹贵人这一个坑挖的那叫一个狠。正当众人以为甄嬛必栽时，不料甄嬛凭借强大的女主光环，不仅跳出了新意，而且还让皇上对她有了新的认识。你还有多少惊喜是朕不知道的？看起来曹贵人在这场进宫中落败了，实际上事情还没完。坑害甄嬛不成，曹贵人立马实行方案2。瞧着皇上兴致正高，曹贵人使眼色暗示华妃该站起来背书了。于是华妃这个书读的不多，顶嘴倒快的人，背起了梅妃的《楼东赋》，而皇上又特别吃有文化这一套。事后甄嬛戳穿曹贵人：姐姐聪慧，自然知道没有惊鸿舞就不会有《楼东赋》。梅妃含情所著的《楼东赋》没有能使她再度得幸于唐玄宗，倒是华妃娘娘感动了皇上。正是因为曹贵人清楚，只要有了惊鸿舞，华妃一定有机会背《楼东赋》。也就是说，不管甄嬛跳得怎么样，总之华妃一定能东山再起。毕竟在外人看来，签是曹贵人碰巧抓到的，而惊鸿舞又是皇上让甄嬛跳的，所以无论结果如何都赖不到曹贵人头上。可见曹贵人的手段实在是高，每一次进宫总能达到一箭双雕的效果。当然，除了自己挖坑让别人主动跳之外，曹贵人打辅助也是666。当时甄嬛与锦溪主仆联手下富察贵人，曹贵人作为杀鸡儆猴的那只猴，他原本也该像富察贵人一样抖上一抖，但他偏不，他心理素质强得很。锦溪与甄嬛一唱一和说完故事之后，曹贵人看热闹不嫌事儿大，在一旁为甄嬛助了一波力。以年妃的心性儿，若此事当真，只怕即便不让他受人质之刑，那也让他生不如死啊。曹贵人不是不知道自己是那只猴，他清楚甄嬛所做的用意，但是他还决定帮甄嬛打一波辅助。毕竟富察贵人被吓傻这回事儿，故事是甄嬛主仆说的，做亏心事怕遭报应的是富察贵人自己。整个事儿说到底也和曹贵人扯不上关系。综上可见，曹贵人的手段实在是了得，怪不得一个殿娘娘说他是猛虎上的爪牙。锦溪，我累了，扶我去睡会儿吧。为什么甄嬛当上了太后，锦溪反而一脸忧愁呢？首先，锦溪和甄嬛并不是简单的主仆关系，
槿汐作为甄嬛宫中的掌事宫女，她不仅是看甄嬛如何一步步走到太后之位的，她更是参与了全程，甚至还可以说是甄嬛的成长离不开槿汐的助力。特别是甄嬛使用欲令其亡必令其狂的招式，故意向皇上提议恢复华妃位分，以此来下套时，梅姐姐不理解甄嬛的做法，故而以照顾太后为由，不愿意跟随大部队去圆明园。甄嬛只当梅姐姐不懂前朝与后宫的那些瓜葛，想着攻城之后再去和梅姐姐解释。不料甄嬛来到圆明园之后，看到安陵容正往梅姐姐当年住的弦月阁走去，询问过后才得知，原来皇后已经把弦月阁给了安陵容居住。甄嬛瞧着眼前的变故，只觉得物是人非，忍不住伤感起来。一旁的槿汐看出了甄嬛的心绪，立马宽慰甄嬛：小主有时候是有些多愁善感，不过只有温柔善良的人才会如此多思呢，那冷酷之人是不会的。小主的不足之处就在于心肠太柔软，为人顾忌太多。既认可了甄嬛的良善，又提出了甄嬛的不足之处，可见槿汐不仅仅只是尽到了一个宫女的责任，她还充当了甄嬛身边的一面明镜，让甄嬛看到自己的优点，也让甄嬛看见自己的缺点。也正是因为槿汐时不时的提点，让甄嬛散了忧愁的同时，还学到了新的东西。尤其是甄嬛用花蝴蝶成功复宠之后，他人只看到了甄嬛日日婉拒皇上，只有槿汐看透了甄嬛这是在欲擒故纵，并且也只有槿汐及时提醒甄嬛千万不要玩过了头。小主日日婉拒，为的是欲擒故纵4个字。所谓欲擒故纵呢，最终还是在那个擒字上，纵不过是手段而已。所以擒也要擒得得当，万万不可前功尽弃才好。抛去主仆关系来看，槿汐和甄嬛的相处模式可以说是亦师亦友。也正是因为槿汐比旁人都懂甄嬛的心思，所以当槿汐看到甄嬛为果郡王的死泪流满面，看到甄嬛为梅姐姐的死哭的撕心裂肺，看到甄嬛送走安陵容之后的五味杂陈，看到甄嬛斗掉了华妃，搞垮了皇后，气死了皇上，看到甄嬛步步为营，最后坐上了太后之位，槿汐清楚甄嬛看似什么都有了，实际上甄嬛又好像什么都没有了。槿汐她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笑，最后真正令槿汐满脸忧愁的，除了甄嬛成为太后处于孤独之巅之外，最重要的还是因为弘历前来试探甄嬛。儿子读郑伯克段于鄢，见郑国之祸，皆因姜氏宠爱幼子，苛待长子而起。儿子心想，亲子尚且如此，若是养子，又该如何？对于这个没有额娘的野孩子，槿汐可以说是看着甄嬛如何将他一步步扶起的。如今弘历登基成为新帝，第一个想要收拾的竟然是鸿雁，这不仅寒了甄嬛的心，也让槿汐开始担心甄嬛以后的日子不好过。万一甄嬛不如弘历的意，保不准弘历会让甄嬛以思念先帝成疾为由下线。好在甄嬛看透弘历心思的同时，也在想办法让鸿雁认祖归宗，喊果郡王一声父亲。正当弘历向甄嬛讨教完学业之后，甄嬛只说了一句皇帝身为人君，读这些书是好的，便把话题扯到了鸿雁身上。鸿雁是哀家幼子，又曾被先帝易处，如今鸿雁已经长大，若是外头再起闲话动摇江山，岂非是哀家的罪过？所以哀家想请皇帝同意，让鸿雁入祀果亲王一脉。弘历一听甄嬛主动去为他除去了隐患，直接笑开了。可是咱们看，就在弘历满意的离场之后，槿汐的脸上布满了忧愁。太后，这是要保全6辈了。父母之爱子，必为之计深远。皇帝并非我亲生，又多疑多思，只有让鸿雁出祀旁支，永无继位之可能，才能保住鸿雁永生平安。从槿汐猜测甄嬛这么做的用意，以及甄嬛评价弘历的话来看，可见哪怕甄嬛成为了高高在上的太后，她这日子也不见得会有多好过。以前甄嬛要斗的人，除了他们身在明处之外，最重要的还是这些人都害过甄嬛，甄嬛斗得问心无愧。
如今甄嬛要斗的这个人不仅势力逐渐强大，而且这个人还是她名义上的儿子。她一点点看着他长大，又眼睁睁地看着他变得满腹心机，这让甄嬛不免感伤。而锦汐作为最懂甄嬛的人，她又何尝看不出这里边的弯弯绕绕？所以锦汐实在是担忧甄嬛未来的生活。再加上自从锦汐为了帮助甄嬛顺利回宫，特意去找苏培盛结为对食夫妇之后，锦汐和苏培盛就相当于是一体的。尤其是锦汐和苏培盛对食被揭发之后，锦汐更加坚定了她要和苏培盛在一起。在慎刑司那2天，我也算想明白了，为了流言纷扰而伤害一个真正爱护自己的人，才是最大的愚蠢和不智。从锦汐的态度中可见，她认定了苏培盛，这也就意味着苏培盛在哪儿，她便去哪儿。而自从弘历登基之后，就再也没有看到过苏培盛的身影。很大可能苏培盛已经退休，回到宫外的老宅养老去了。这样一来，锦汐少不了宫里宫外两头跑。在这种情况下，锦汐就不能时时照顾甄嬛，这也是为什么到了后期，最常陪在甄嬛身边的是小允子。锦汐作为甄嬛的掌事宫女，虽说她和甄嬛亦师亦友，但是说到底，甄嬛始终是锦汐的主子。在这宫中向来都是只有主子过得好了，奴才才能过得好。眼看着甄嬛好不容易坐上了太后之位，原本锦汐以为甄嬛可以安享晚年了，却不料到头来甄嬛还要和新帝斗智斗勇，这让锦汐怎么能不愁呢？皇上又得佳人了，端妃长年累月不见生人，所以还保留着当年的眼光啊。这里是懿格殿娘娘第一次见甄嬛的场面，此时懿格殿娘娘的话十分富含深意，全场也唯有宜修听了出来。眼下这话便是在隐喻这甄嬛与当年的纯元皇后长得十分相似，毕竟懿格殿娘娘也是自前底就跟着大胖菊的老人，而也唯有懿格殿娘娘说起这话时才不会引来众人的怀疑，因为她本就是个与世无争的性子，谁又能想到这是端妃的小心思呢？犹如在被华妃和曹琴墨陷害，说是甄嬛给温宜公主下毒时，懿格殿娘娘的一句话便既是解了甄嬛的燃眉之急，也没有让在场的大胖菊怀疑她。本宫与婉贵人只有2面之缘，初次相见也是在温宜周岁的礼上。本宫病躯，本不宜多事，何故要做谎言，袒护一位不熟悉的贵人？此时细品端妃的话，便知是十分有理的。当然了，以懿格殿娘娘的性格和做派，是让大胖菊瞬间相信这2人没有互相包庇的理由。而且在场的懿格殿娘娘、大胖菊还有宜修，那可都是心知肚明。这甄嬛与纯元长得十分相似，这端妃说起什么2面之缘和不熟悉的贵人，也是有点淡淡的隐喻。虽然她不认识甄嬛，可却认识与纯元相似的甄嬛，因此这个忙端妃愿意帮。而懿格殿娘娘的语言艺术，这不过是说了个开头。在懿格殿娘娘救下了甄嬛后，她连忙拉住了甄嬛，透露了自己此行的目的。曹贵人的这个孩子呀，本来是生不下来的，她怀的不是时候，生产的时候又是难产，胎位不正，这宫里头的孩子呀，看似尊贵，生灾八难的，比外头的孩子多多了。此时懿格殿娘娘的话便是在暗暗地告诉甄嬛，在这后宫之中有一只看不见的手一直在残害大胖菊的皇子公主们，而眼下你婉贵人如此受宠，尚未怀有龙裔便被如此针对，那么之后若是怀有孩子，必当得更加小心谨慎。且在无意间透露了一点喜爱温宜的意思给甄嬛听。其次，懿格殿娘娘说起的话又是隐约间向甄嬛递招揽之。何况本宫与婉贵人不见面，才多有裨益呀。此时的懿格殿娘娘便是打算拉拢甄嬛，同自己一起对付华妃和皇后。眼下还并没有什么甄嬛战队，而且甄嬛的黑化进度也就只有10%，且这里的懿格殿娘娘并未将甄嬛当成是队友，她只不过是利用甄嬛眼下的宠爱和那与纯元相似的脸罢了。不然你们看，在懿格殿娘娘同甄嬛告别后，一转过身就变了脸色，那便是因为懿格殿娘娘一早便打定了主意。我们不仅需要机会，还需要人。娘娘的意思是，
当我第一次看见他的脸，我就知道，他日后一定会帮我这个忙。这里的一格殿娘娘那是相当狠，在她的心中，所有人都是帮助她复仇的棋子，而端妃便是顶着这样的心思，还能一边笑着拉拢甄嬛，当真是厉害的很。而当华妃和曹琴墨倒台之后，端妃便盯上了温宜公主。这深宫之中寂寞非常，一格殿娘娘许久之前便瞧上了温宜公主，只不过那个时候华妃独大，她根本没有任何机会。这不，还没过多久，便给了一格殿娘娘一个满意的答复。想，公主若能寄养在娘娘膝下，将来必定乖巧懂事，想必皇上也不会有异议。我是很喜欢温宜公主，可是这样的事不是咱们能够做主的。此时端妃的话便是在说，我有这个想法，但我不确定大胖菊的想法。换句话说，就是暗指让甄嬛去试探大胖菊的意思，从而达到让自己抚养温宜的目的。而甄嬛也不是个蠢的，一下便明白了端妃的话外音，于是便更加卖力地说道：我愿意为娘娘尽力一试，若真能如此，我将许她我能给的一切。这里二人的对话便像是在打八卦拳，双方你来我往的，虽然说的每一句话都有另一层意思，但却又能精准无差的对接上。尤其是一格殿娘娘话语中的她，便是有双关的意思，可另一层意思便是对甄嬛说的，若是甄嬛真能帮助自己拿到温宜的抚养权，那么从今往后自己必定以甄嬛马首是瞻，尽自己最大的可能去帮助她。回看《甄嬛传》中一格殿娘娘的语言艺术远远不止这些，只不过她这话里话外一语双关的意思，当真是让人佩服。